有请来自喜番的脱口秀新人康天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叫康片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哎，我是一个音乐人，能看出来吗？能看出来，真给面子，谢谢你们啊，谢谢你们。我是一个民谣歌手。哇，你现在就在心里默念说啊，我是民谣歌手，你就是了，啊，你就是了。其实我当时选择做民谣的原因很简单，原因就是简单。哎，把吉他一背，学仨和弦，写点《姑娘远方》，就真装自己是民谣歌手了。但我属于装着装着就把自己装进去了，因为我真的写过一首歌，而且现在全网有500万的播放量。这个歌叫《我有钱你爱我吧》。我是这么写的，我说为了你，我买下了一条高速公路。哎，我再买私人飞机带你遨游。你一听就穷人乍富，而且其实高速公路它不让私有，我属于是既不懂富人也不懂宪法啊，我觉得。但是这个歌现在就是没有什么播放量了，然后我也挺闹心，咋整？我就自己听，自己听，听到什么程度啊？去年这个软件的年度总结啊，我是我自己的年度歌手。哎呦，力压周杰伦。那软件都恭喜我说，我的天，这么小众的歌手都被你发现了啊！但这个事儿其实让我意识到，我做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好的民谣音乐，所以我决定去好好学一学，去北京的一个学校学。但去了之后非常不适应，因为我觉得那同学都不是特别正常啊，比我还能装，他都觉得自己是艺术家。哎呦，说那话你都没听过，跟我说康天，我告诉你，音乐给了我生命。我说你妈是 MP3 呢你。啥意思啊？说没用，跟我说，哎呦，我从小听贝多芬长大。我说我还赵本山教我说话呢，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装，而且吧，就是我也没觉得他们很厉害啊。你比如我认识一个学声乐的一个流行歌手，哎，他其实技巧挺厉害的，是吧？但唱歌会有一个小缺点啊，就是难听。哎，他会把所有的技巧融到一首歌里，我管这种人叫暴发户歌手。之前有个学姐就受邀去一个慈善晚会，给人家唱《感恩的心》，邀请我去了。哎，我一看太震撼了，那大姐往台上一站就起范儿，那又开始了。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我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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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！ 哎呦，给底下捐款的毛大哥听那家一愣一愣的，那大哥在底下就哎呦我，哎呦我，那这把是不是捐多了这把？除了这帮学声乐的，还有玩摇滚的，玩乐器的也有问题，也不正常。我那个室友就是一个玩摇滚乐的啊，就那个 MP3 之子，他就挺奇怪的，这个人就动不动就燃起来，没有原因呢。那天我就问他说：“哎，我们一起去吃饭吧，去哪儿？”突然就燃起来了，跟我说：“去死！”我说：“那你自己去吧，我是唱民谣的，啊，我还得流浪去呢，我还得。”自己有个乐队，起了个非常非常蠢的名字，叫荨麻疹。我说啥意思？真有病啊还是？他说：“兄弟，你不懂，荨麻疹这玩意儿啊，能红。”我说也别太红吧啊！你这不还是奔着去死吗？而且你这名在台上，你怎么跟大家介绍你自己啊？你说你唱完一首歌气喘吁吁，你说大家好，我荨麻疹，来跟着我们一起造起来！哎，那底下观众都得害怕。说那啥，那我先走了，这摇滚乐感染力太强了，是吧？感觉已经被感染了啊，感觉已经被感染了。而且这个名字也很难跟明星合作，是吧？主要这个海报有点太难看了。你个大海报，你这边赵雷，荨麻疹，痛痒回春丹，你这不赵雷的病历单吗？你这不属于啊？姓名赵雷，疾病荨麻疹。
症状痛痒，吃回春丹就好了。然后在这个学校，我还有一点特别不适应的，就是我是来了之后才知道，音乐圈是有鄙视链的，就是在这个学校里头，他爵士瞧不起民谣的，啊，摇滚瞧不起民谣的，说唱他还瞧不起民谣的。那段时间给我弄得我都快瞧不起民谣的了，就特别难受，没有一个别的风格让我瞧不起了。但是来到这个舞台稍微好一点了啊，我可以瞧不起做音乐脱口秀的。啊，那不是真话啊，别当真话听啊！修气老师一会儿回去给你跪下啊，你别这样啊。所以我就是一直努力的学，甚至是花钱做了几首歌。我其实挺想打破这种刻板印象了。我学的挺努力的，然后最近还真的靠民谣赚到了一些钱，啊，我把我吉他卖了。啊，就是能明白吧？就是民谣现在其实就是不赚钱，没有人听这个东西了，对吧？你现在和我一起去成都街头走一走，那你去吧，全是 rapper。所以现在来讲，脱口秀其实也挺好的，对吧？给大家带来快乐的同时呢，也给大家推荐一些好听的歌曲啊。回去大家就可以搜这个歌叫《我有钱你爱我吧》，可以搜，不白搜，不白搜，因为你搜完之后年底软件也会恭喜你，说这么小众的歌手也被你发现了。讲到这儿，我谢谢你们，谢谢。谢谢康天，喜欢康天这段表演的朋友，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倒计时3、2、1，谢谢康天。你算是最近才开始接触脱口秀，还是也一段时间了？有一段时间了，大概1年半吧。确实，那这感受有什么不同吗？喜剧跟之前玩音乐？喜剧的话，就是其实我挺感谢今天观众的，观众反应都还挺好的。因为唱歌的话，你就是完成自己的这个作品就可以了，但是喜剧的话，可能要和大家一起配合，大家一起完成的。所以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你既然这么推荐大家听这个歌，这版权应该在你自己手里吧？我买下了一条高速公路，或者私人飞机带你遨游。我在买的岛上，别放了，我裸奔行不行啊？别放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我现在特别羞耻对这个东西啊。没有15年以上的慢性咽炎都唱不出来这个感觉。我是怎样的花儿？看他那个表情，就跟这个陕西在这放我们小时候那照片差不多的感觉。你是不满意自己作品吗？刚才会觉得那种反应。哦，对，其实这个歌写的挺早的，这是15年的一首歌了。然后当时真的就是瞎写，和弦也特别简单，没想太多东西。那现在就是知道什么是好作品了，有点。那我听说有一首这个夏夜冰激凌又是怎么回事儿啊？那个歌花了一点钱，哎呦我天！吹散我的回忆，此刻我想要的不过是拥有你。哎，我觉得你最成功的是你完全让我看不出来你是个民谣歌手。对，其实挺好的。我其实就是不太想让大家都觉得民谣歌手就都是那种，对你把那种刻板印印象完全打破了。对，其实我挺不喜欢那样的。你很开朗，你很健谈，然后你说话的方式是带着一种东北话的那种调侃，就是你会觉得哦，原来各种各样的，就是我觉得这是最成功的一点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其实民谣歌手，因为之前我也认识一些，其实好多民谣歌手私下里边啊都特别好玩，然后那是能吃能喝能聊的。所以说呢，现在是主要是说脱口秀了，还是？我其实有一份全职的工作，就是音乐人，可能大家最后都会找一份和音乐相关的工作。我现在是和一个音频设备相关的一个算是售后吧这种，然后就是卖什么耳机、麦克风这些东西啊，大概是。那挺好的，而且我觉得这挺丰富的，那个曲风也挺丰富。我说，那您是怎么个契机打算转成这行？因为我小的时候是这样，我一直特别羡慕歌手。啊，为啥呢？你想歌手能演拼盘，对吧？一般可能因为我们那会儿说相声没拼盘，然后出去就干商演呀，就这个歌手这一歌能且唱了。然后呢，他是演出时间还短，对我们还说半天。而且呢，因为歌手唱歌这事儿不用，就他不像喜剧表演需要特别多的互动，就是你底下不一定观众特喜欢你，他不爱看你，你就把声再开大点。
我想先跟康天说，就刚才放的那个第一首歌《我有钱你爱我吗》，你刚刚说是500万的播放量，我听了当时一遍，我应该是500万01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其实我觉得可能每个创作者看自己多年以前的作品都会有一些，因为你看到，你知道成长了，所以你能看到当年很多缺点，但我觉得那样特别不公平。就你不能用今天的眼光看你当年那个作品，但其实我会觉得你当时的那个创作，因为音乐我不懂，但内容我懂。我觉得你当时那个歌词的创作，其实是特别能够看到未来11年以后的一个脱口秀演员的文本创作的基础的。因为你当时你看，音乐其实我觉得的确可能没有那么的出彩，但是歌词很好呀。你说我用12部手机吧，躲避人群，我躲在我488平的小房子里，你看。你不是450，不是500，是488，不是11部，不是3部，是12部。它就是因为细节它很独特，所以我觉得你要就是把当年的那些创作的，你为什么那么创作，其实你不知道，但那就是审美。你把那个审美延续到今天的喜剧创作中，它是会有帮助的。我觉得你非常的有潜质，很好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谢谢康天，也谢谢康天的表演。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演员来自大家很熟悉的来风俱乐部，从他的专场名就能看得出来是一个拒绝被定义的人，包括他自己，因为他的专场名就叫“叉叉”的万依林女士，掌声有请万依林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万依林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我的名字叫万依林啊，千万的万，1、2、3的一，甘霖的霖。我从小都叫这个名儿啊，但我中间其实换过一次名儿，因为有一天我放学回去，我妈跟我说，她说从今天开始你就不能再叫这个名儿了。我说为什么？她说她去找一个算命的算了，如果我叫万依林，就会失去我的贞操。对，所以把名儿给我改了。我当时才上初中。我就问他，我说妈，什么意思？他说你结婚之前你千万不要和男人睡觉。吓死我了。所以我失去贞操以后就又叫回了万依林。然后我来自河南的一个小县城，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我不属于县城，我就来了大城市。我发现我来大城市以后，我也不属于大城市，你知道？尤其我来了上海，我甚至都有容貌焦虑了。我经常我那种精心穿搭出门，朋友看到我会说，万依林，你要不然稍微穿搭一下吧。想着要不然减肥，每天都认真的减肥，一觉得自己不好看我就减肥，一觉得自己不好看我就减肥。但我发现很难坚持，就是你很难坚持认为自己不好看。我看到别人穿那种特别时尚那种 legging 瑜伽裤、骑行裤，你知道吗？穿一个骑行裤，再穿一个吊带背心，再骑个几万块的单车，哇！你感觉人家好时尚，感觉人家都不需要上班，人家只需要运动。我也去尝试那个骑行裤，我穿上那个骑行裤，感觉我特别的会骑行，可以用4个大字来形容我：奇形怪状。就是我骑行的时候，别人会说怪壮的，怪壮的。最主要是穿那个裤子会显得我特别的穷，就感觉我赚的钱都用来买吃的了。我说怎么会有这么被动的感觉呢？你感觉别人穿那个骑行裤是爱骑行，我穿骑行裤是得骑行。给大家一个建议，就是你穿骑行裤的时候，你不要骑共享单车。因为气质太搭了。我每次穿骑行裤骑共享单车，我都感觉自己是那种上班骑晚了赶路忘穿裤子了。朋友说，要不然你尝试一些老前锋，你们知道吗？老前锋，我第一次听到老前锋，我说，这怎么这么的心酸呢？我还以为是那种踢了一辈子足球，到老了还得踢足球赚钱那种很老的前锋。老前锋。我说我不怎么看球，是范志毅那种风格吗？朋友说你太土了，不是，是 old money， 老钱。哇，我就想象自己，你知道吗，在那种英国的庄园里面，然后我的仆人还要给我倒一个红茶，跟我说什么小姐爱德华伯爵已经在来的路上了。
然后我就喝着那个红茶，我就 well，感觉特别的优雅，是吧？但我经常穿上老钱，就特别像我家隔壁邻居老张、老王和老钱。我现在就处在这种特别尴尬的局面里，就是我在老家可能还有点洋气，但是我在大城市又有点土。我感觉我现在这个阶段属于这个城中村女人。我感觉我总是夹杂在这种传统和现代的夹缝里，你们能懂吗？就是我其实挺想当那种前卫又现代的进步女性的，但是能力达不到。尤其是前段时间我还遇到一个 crush， 你知道吧？心动对象，我每天特别的认真的穿搭，证明自己特别的性感有魅力。前天那个 crush 看到我，他说：“哎呦，万丽，我很喜欢现在的穿搭耶，你现在的穿搭特别的洒脱，一种对男人不管不顾的感觉。”女生朋友也看不下去了，她说：“万一琳，你放弃自己的舒适度，你就是为了让男人喜欢，你就是媚男。”我说：“姐妹，还是你懂我，就你发现了，男的根本没发现。”之前有个词是服美役，你们知道这词儿吗？就是女人为了美吃很多的苦，所以叫服美役。但其实还有比服美役更苦的，就是我这种每天都在服美役，但是没有敌军。人呢，赶紧向我宣战呐！姐妹还担心我媚男，别担心了，根本媚男的。有时候我在台上讲这种段子的时候，会有观众说：“万一琳，你作为一个前卫又现代的女人，你怎么还能有容貌焦虑呢？”所以我现在都在舞台上说：“我本来就很美。”谢谢你们。但我背地里偷偷去纹了个眉毛。不是，你不是没有容貌焦虑吗？我说不是容貌焦虑，是算命的给我算了，我的眉毛越浓，我的财运越好。我这是事业焦虑，我只是在追求事业的道路上一不小心获得了美貌。纹的这2个线意味着我随时能提现。我现在觉得就是对我们进步女性的要求有点太高了，你现在还得当那种大女主，就你不能有弱点，也不能依靠别人，你不能要靠自己，都不能依靠别人。朋友们，我老实跟你们讲，我特别想依靠别人，别说人了，就是个麦架，我站久了我都想靠一会儿。我现在我连喝水我都想要靠别人，我现在都在实践这个事儿，因为你知道我这个人不爱喝水，所以我都会在包里放一瓶水，这样我坐地铁过安检的时候，安检员会提醒我让我喝一口，而且我喝的时候我还会我现在不想当那种纯粹的进步女性了，我现在就想走出自己的节奏，就虽然可能我整体在向前，但我有时候进步，有时候退步。就如果别人过来问我说：“外面，那你到底是进步还是退步？”我说：“你别管我，这是城乡结合部。”谢谢你们，我是万依琳。谢谢万依琳，谢谢万依琳的表演。喜欢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她投票。倒计时3、2、1，请锁票。确实，万依琳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台上。其实这个话题，鲁豫老师怎么看？有点难，我觉得有点难讲的。很难讲，但他处理得非常好。其实所谓的先进性是我自己要求自己，我不要求别人，别人也不要来要求我，而且你不能要求我每天都往前走，我可能往前走2步，向后退2步，但总之就4面8方都是前方。所以我特别赞同你刚刚讲的，像你说特别对，这很难处理，但处理得非常的有智慧，我很喜欢这一段。谢谢。其实我刚刚讲这段，我其实有一些担心，因为我很怕观众会对我有误解。你能懂我。但你也要相信观众，我们也经历过这么多年的成长，大家已经能够接得住这样的话题了。你说的话题让我想到我前段时间跑路演的时候，就大家经常会问女生一个问题，就是事业、爱情、家庭、健康，你现在要怎么排序？当时我觉得那个观众问我的时候，他一定想听到我的答案是把爱情放到后面的，就是好像现在的清醒大女主就一定不能有就是更多的视角。我觉得你这一篇就很好的去呈现了我们就是得有这样的丰富性，就像我当时给那个观众的答案一样，我们为什么要做选择呢？无论是你现在是爱美的一种状态，或者是我渴望依靠别人，这都是我们的权利啊。所以我特别喜欢你这个角度，就是应该丰富我们女生。我非常认同您的观点，您说的一切我都觉得特别对。幽默吗？就是这点，所以我觉得头里
起的头还挺好的，后边就感觉，因为您在讲述自己的心里话嘛，所以就越说越感觉，可能就没什么表演感。但是确实5分钟很难把我想说的说出来，所以可能会你能感觉到有些东西是很仓促的，就是很难平衡。特理解您，然后我也想把特别想说的先说出来。然后，但是确实因为我错过了最开始您这个效果比较好的包袱，我后边再拍我也显得有点是吧？好像要显示我听懂了才给您拍这个一样。叉叉的万一林女士，这个叉叉的是啥意思？可以说吗？就是其实是我在用各种各样的形容词来形容我可能是比较传统，也可能比较进步的，也可能是这样的那样的，但是其实我觉得都没有办法真正形容我。其实我要的从来都不是被形容，我要的是被看到，然后被尊重，所以这是我专场的名字含义。要上场的这位朋友，去年也曾经在这个舞台上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自己做老师的经历。今天他要讲的是自己的家乡，我们掌声送给墩儿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墩儿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我给大家再次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呢其实是一个在北京长大的台湾人。对，就稍微捋一下啊。所以一般别人问我是哪儿人的时候呢，我都会跟他说我是台北人，台湾北京人。我呢是在中国台湾出生的，7个月跟家里人一块儿搬到北京了。而且在小的时候呢，其实我妈在家里边她还是会讲台湾话，然后会讲些台湾口音，所以大家也能听得出来，咱们这个台湾口音就是说倍儿地道。但是我这口音啊，大家先不要看我这德行啊，咱们可以自由转换的。大家如果想继续听这北京腔，咱们可以整。但是我想听我跟我台湾微信台湾腔下可以啦。我有点整不来这个。但是很多人知道我是台湾人以后呢，会叫我一个称呼啊，叫我的台妹。大家听过这个词儿吗？但是在我们台湾话里边，你说这人特别台，就是说特别土、特别低俗的意思，它不是什么好词儿。所以如果你跟一个台湾女生，你就说唱那个我爱台妹这种歌的话，就等于你对一个上海人唱我爱小次郎，特别不礼貌。而且我讲完我是台湾人之后呢，我经常收到2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就是会有人问我说，咱们现在怎么去台湾玩啊？我个人吧，没有什么可以帮你，咱们可以结婚。而且之前我在刷手某书的时候，上面刷到一个帖子，还被很多人转发。上面就说的是，如果你想去台湾的话，你可以起诉一个台湾人，然后去台湾可以应诉。真的，我那次讲完这个段子以后，收到一条小某书的私信，说墩儿老师很喜欢您的表演，也很喜欢您的家乡，我可以告你吗？我真的特别不能理解。还有人经常问我一个问题啊，就是你更喜欢住在大陆还是更喜欢住在台湾啊？我觉得问这个问题的人他就不怀好意啊，纯挑事儿。就等于你问一个小孩啊，你就说你是更喜欢爸爸还是更喜欢妈妈呀？要我说，那爸爸妈妈那不都是一家人吗？但是我这口音啊，我妈跟我说，其实我这口音，我刚刚会讲整句话，我2岁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。小的时候一次把她给吓坏了，就在我们家楼底那公园，没有征兆啊，突然对着我妈，我手一背，下巴颏一抬，对我妈说了一句：“我觉得我姥就是一事儿妈。”就你们知道这个场景对于一个台湾人来说，它有多震撼吗？它信息量太大了。因为在台湾，我们管妈妈的妈妈叫阿嬷，所以我妈当时不知道谁是我姥。其次啊，我妈这人比较迷信，我当时一个这个，我妈以为被人北京大爷给上身了。我妈说不得了，这马上带回老家收经啊。我说怎么着，是咱们家那个庙不太灵吗？我感觉大爷到现在好像还没走啊。我妈不是，她后来就破案了，在我们家楼底下那公园啊。就有一个大爷，他老霸占个单杠，然后我就去瞪那个大爷，大爷就跟我急了，就骂我说：“那个小事儿，妈别老瞪我。”这个男人他了不起啊，他是我的语言启蒙老师啊。但是我后来发现我语言启蒙有点过早，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，已经困扰到我的生活了。就我们全家只有我一个人讲话是北京腔。之前我带我爸妈去逛胡同啊，现在胡同里面就北京那种胡同里面很多卖吃的，
然后我妈看到那个卖糖葫芦那摊儿就很开心，她一看到就说：“哇，现在糖葫芦怎么这么多种，怎么这样子？”我说：“都一个味儿，你凑凑吃吧。”然后那卖糖葫芦那大爷，他突然跟我急了，他说：“姑娘，你一个本地人，你带台湾的团啊？你有没有觉悟啊？什么素质？”我说这是我妈行吗？他说：“姑娘，咱们姿态也不用这么低。”我听了也很困惑啊。但是其实我小的时候经常寒暑假还是会回老家的，然后也是因为这个口音会受到一些困扰，因为那时候我觉得信息还是有点不太流通啊。就是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就回老家了以后打了辆车，然后一上车了以后跟那个出租车司机啊，计程车司机。就是报完我们家地址以后，那司机就猛地一个回头，然后看我一眼，说：“哎，妹妹啊，你是大陆哪一个省来的？来台湾干嘛？有打过车吼？”我说：“我，台湾省人，回家来了。可是平常不太打车，常打人哦。”哎，然后那司机他恼了，他开始学我说话了。大家可能就是没有那个感觉到他讲的那个模仿啊，特别的蹩脚。他怎么模仿的呢？他每个音呢，他都卷舌。他突然跟我讲话变成啊，妹妹啊，那我这样跟你讲话，你可以听得懂吗？我真的我以为我们家小死那八哥突然复活了呢，差点给他回了一句“恭喜发财”。哎，但是现在我改了，我怎么舒服我怎么说了，因为现在咱们大陆这个流行文化输出做得特别好。我记得我最近一次回老家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那司机就在我报完地址以后，一直跟我说话，一直缠着我聊天。当时我觉得我舟车劳顿，其实有点累了，我不想说话了，跟他说了。然后他就看着我，就突然说了一句：“啊，一直跟你讲话是因为你讲话好像《甄嬛传》里面娘娘哦。”哎呀，所以我每次回老家的时候，我觉得特别费劲，就是我要解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，就觉得很疲惫。然后那次假期结束之后呢，我就回去了。从机场出来，很幸运的打到了一辆这个臭车哈。然后我坐在后座，我没想跟司机多交流了，我就默默的把这个窗户摇下来。那司机继续开车，他甚至都没有回头看我一眼，他用牙缝挤出2个字儿：“什么事儿吗？”哎，就那一瞬间，我感觉到舒坦。哎，我到家了。今天先讲这么多吧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墩儿，谢谢你带给大家的表演。喜欢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倒计时3、2、1，请锁票。谢谢墩儿，谢谢。怎么身上藏了这么多故事？去年没分享给我们呢？去年新教师嘛，先讲这个新教师的东西，不然那个年限就过了。哦，是教师资格证要过期了，还是？刚考到了，没有。大林有这个感觉，反正就是跟去年挺不一样的一个感受。是，而且我其实我特想问您一问题，就是您这个，您说，哎，没有你带的，你看我平时说话都不这样，我呢。作为朋友啊，因为去年那个也特别喜欢您的节目，就是在这么一个就明知山有虎的一个情况下，您为什么要挑战他呢？因为杨仔我们在那个北京经常一起演出嘛，然后呢，我有的时候也接过他，我知道他这段特别好，然后我希望在大家这个气氛之下呢，我就勇往直前一把。对，因为去年走了1轮嘛，我今年想说，那怎么着还能走负1轮，那就来吧。啊，明白。挑战高手，跟好杰搂子下棋啊，挺好，祝贺你。谢谢。听你说话有一种在演情景剧的感觉，哎，对，两边语言的不同的那种反差，在你的文本当中能感觉到，好像你对台湾口音是不舒服的，是吗？大家对台湾女生有一种刻板印象吧，就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说，你也讲几句台湾腔来听听，就是会有这个感觉。但是我其实，觉得大家怎么舒服怎么说，也不用说因为口音定义一个这个事情。我觉得他是从小大概生长环境已经把他造成了现在的这个语言习惯。因为我也有过这个经历，因为以前去台湾拍电影，然后也是大家也努力为了是北方来的，然后就努力想适应一下黄老师，
您吃饭了没有？我天，每个儿化音都加的不太对劲。对，找不对地儿。我原来学习过语言，包括后来演戏的时候用的方言也比较多，我就知道这个方言对于人物的塑造的重要性。其实你刚才在听他所有的这个说话的时候，你觉得这就是一个老北京啊，就特别像，但是那个人物形象就特别清楚，他说这段人物也会特别合适。所以说呢，我觉得你也用的特别好，把这个2个方向去用到你这个作品里边来，也特别有意思。谢谢。他讲的内容其实是不好讲的，是因为她是一个在一个大家之下有2个小家的一个女孩，她很容易要从一个宏大的视角去讲。然后他的分寸又很重要，他状态非常好，然后就是用一个特别细小的一个角度，就是口音的转换，然后让人讲到其实就是一个大家庭的概念，所以很动人。谢谢。表现得非常好，非常棒，谢谢。接下来上场的还是新朋友，新是真的新，他讲脱口秀可能还不到1年的时间，所以希望所有朋友给他更多的鼓励，尤其要竖起耳朵仔细听。我们欢迎这位来自会说笑的新人演员小生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小生。我是一个双胞胎，我有一个双胞胎妹妹。我是一个人来的，想看我妹的可以直接看我。我和我妹从小到大经常会吵架，但是我们双胞胎吵架就很容易误伤到自己。我俩会互相骂对方长得丑，我俩都觉得自己更好看，但我现在其实非常认可她的颜值，因为她太会 P 图了。就她 P 好自拍，我一看我就发朋友圈了。这照片谁先发就是谁。我妹从小成绩就比我好，她考第1，我考倒数第1，我到现在只赢过她1回，就出生这1回。我妈跟我说的最多的话就是你看看你妹，你看看你妹。我说有什么好看的，不都长得一样吗？我俩还是同班同学，老师经常分不清我俩，老师会叫我们的名字让我们举手，我就跟我妹说出成绩这天你可以当1天姐姐。我妹说你当我傻呀，让我替你挨骂。我说你这么想，老师虽然在骂你，但他也没骂到你呀。老师经常会骂我，有次又考了倒数第1，在走廊上只是跟老师对上眼了，老师就叫我去办公室，一路上我就非常紧张，因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老师要找的那个人。一到办公室，老师问我，你对自己的成绩满意吗？我感觉老师也在试探我。我说我还有进步的空间。说完，老师就笑眯眯地拉了个凳子让我坐。我当时就知道我来错了，但我答对了。一坐下，老师就开始说，你成绩这么好，你平时可以多教教你姐姐，你姐姐又考这么差，巴拉巴拉，一直在骂我。还说什么都是一个妈生的，怎么差别这么大？我心想，差别这么大你也分不清。还说让妈妈带姐姐去医院检查一下是不是脑子有问题。第一次被人当面在背后蛐，比当面挨骂还难听。就一句夸我妹的都没有，一直在骂我，骂到后面我都有点恍惚了。我说老师，你是不是认出我来了？我妹考上了1本，我考上了大专。朋友说你俩长得一模一样，你可以让你妹替你去高考呀。就这个办法也能考上，就是不确定是几年制的。
大概范围是3年以上7年以下。是考上了，也考上了。但我又想，我妹要是进去了，我就进1本了。上网一查都得进去。我妈总觉得我俩有心灵感应，她说你考试的时候感应一下呀。我说要是真能感应到，你为啥不指派我妹去上学，派我在家感应？有次我妹不在，我妈还跟我说，你感应一下你妹现在在干嘛。我说我妹在逛街呀。她说那你再感应一下你妹是不是谈恋爱了。我说你有什么要问的一块问了吧，我在跟我妹打电话呢。我说我俩没有心灵感应，我妈非不信。她说你俩从小经常同时生病，这不是心灵感应是什么？我说应该是传染吧。我妈还挺爱我的，她不觉得我脑子有问题。这也笑吗？但我这个成绩，我妈也很难夸我聪明，她会夸我妹聪明，夸我老实。就老实这个词听起来就不太聪明。小时候我妈会让我们帮她跑腿，我妹会把找的零钱全部花掉，然后骗我妈说没有找零钱。我妈知道她在骗人，也不生气，还很高兴地说，哎呀，你妹真狡猾，真是个小狐狸。然后我妹的昵称就叫小狐狸。我说骗人就是小狐狸吗？这不是小王八蛋吗？我也想要一个昵称，我就学我妹把零钱花掉了。结果我妈还说我老实，她说你给我老实点，不然你就叫警察抓你。现在我妈给我妹买车不给我买，她说你可以开你妹的车。我说那我妹赚钱我也不用赚了，我可以花我妹的钱。我妹年纪轻轻就上有老上有老的。我俩现在关系特别好，因为她赚钱真给我花，她越努力我越幸运。她特别喜欢在买衣服的时候问我的意见，我就给她发我的购物车。我说这件你穿上绝了。买回来一堆她上班穿不了的衣服，还好我不用上班。我在啃小，还好她是我妹，可以从小啃到老。其实我觉得我妹赚钱就是想给我花，因为她的支付密码就是我的生日。没反应过来吗？还老有人问我说，你妹那么优秀，她学习又好，工作又好，你不会嫉妒她吗？我说虽然我妹是个很优秀的人，但我也是个心胸宽广的人呀。再说了，谁会嫉妒一个要上班的人呢？现在我也赚钱了，想到花了我妹那么多钱，我就把我的面容支付关掉了。特别想问我妈，你看我现在老实吗？讲到这，谢谢大家，我是小生。谢谢小生，谢谢小生的表演。喜欢小生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倒计时3、2、1，请锁票。谢谢小生。紧张吗？对，非常紧张。但他每次演完这是表演之外，就是大家如果笑就归笑，如果有鼓掌的话，他还会轻轻的这个点头示意一下。真的没有见到你妹妹，你看比你妹妹有礼貌，应该是。对，拍了灯了他也鞠躬啊。陈明飞就这样，是陈明飞，嗯，你妹妹陈明飞啊？你个空耳。这是不是挺奇妙的？就是真的就是一个人一个世界。
然后呢，他讲的这些东西呢，就是属于他自己。你说是文本也好，是什么也好，他就能把你带到他的那个小世界里边去。他的语气也好，语调也好，对，就是蛮妙的。谢谢谢谢。我，没有我哎，你说，我们俩有感应，那个没有。哎，我特好奇，那这个您妹妹就有没有想过你们姐儿俩一块儿来表演这个脱口秀？因为也有这样的组合嘛，是吧？她有正经工作。正经工作，这是个多不正经的地方啊！你说这。我妹妹她都不看我讲脱口秀，因为她会觉得一个跟自己长得很像的人在台上讲脱口秀，她会觉得很尴尬，所以她不会看我。哎，好像是一种思路啊！你下回你就逼他，你要是不听我话，我就在台上出丑，然后说是你，啊，就是对。你好聪明啊！好，微微点头啊，微微点头啊。哦，我觉得小生很那个，就是他会让人很相信。就刚才他说到一个梗的时候，他说那个我妹妹的支付密码是我的生日，然后结果大家下面就在那起哄，其实没什么好起哄的，对不对？那不也是他妹妹的生日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反应过来。对，我刚才被感动了一下，你知道吗？啊。他这种风格，我特期待他哪天黑化了，开始讲一些那种缺德笑话的时候。他现在就有点那种潜质，对他很有那个潜质，我觉得。我其实就一句话，我到最后关头才拍的嘛，因为我后来想，觉得青涩也是一种风格。啊，谢谢，我特别喜欢您。哎呀，这新朋友就是无限可能，无限可能，不知道他会带给大家，将来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作品和惊喜。也可能10年以后，但跟咸鱼一样，一上来后，朋友们，我就上来了。他妹妹天天就得说：“这不是我啊，这不是我。”下一位要上场的朋友，也是一位新人，外表其实我不好评价，但名字非常的可爱，但是还有一点内容有点生猛，所以大家做好准备，我们掌声欢迎来自过载喜剧的牛油果，欢迎！我叫牛油果，然后我之前呢是个女护士，我实习第1个月就给我分配去了 ICU。我刚去，我老师就让我去护理一个70岁的老头，还跟我说这个老头是个犯人。老头住院期间所有的事情，包括所有花销，都是有专人来负责的。说的是因为他有人权，他有人权，他每天吃一包上千块的营养液，我吃10块钱的拼好饭。他有人权，我说实话，那一瞬间我都起歹念了。我说等我老了，我也喝营养液。后面我老师跟我说，这个老头是个强奸犯。他就是在70岁的时候犯的罪，而且受害者是一个13岁的小女孩。我知道这个事儿以后，我立马想把他管子给他拔了。但我冷静想了一下，我不能。一，我是个护士，我有职业道德；二，我把他管子拔了，我得进去踩缝纫机啊。我这么年轻，我踩得又快。但我又是个好人，所以从那以后，再让我每天给他擦3次脸，我就只给他擦1次了。我给他变成干巴老头儿。我本来看老头的状态，最多再撑个10天就差不多了，而且他本来每天就是靠那个呼吸机，一天24小时运转来续命的，我都有点心疼呼吸机。我想给呼吸机再上个呼吸机，但没想到过了半个月，老头还醒过来了，而且他身体指标还可以，呼吸机也给他撤掉了。我当时还想呢，我说早点撤，现在好了吧？好了。我后面我去给他抽血，他还跟我聊天，你们根本猜不到老头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啥。他说我想要个女护士，你给我换个人渣吧。我心想你不就是人渣？
我说好，我走了。然后过了3分钟，我戴个口罩又来了。而且那段时间我老上夜班。我们上夜班有个很重要的工作，就是每隔2个小时去给老头测一次体温。老头本来睡得多香的，我慢慢的走过去，我拿个电子体温枪顶在他脑门上，老头腾一下吓醒了，直接坐起来了。我一看老头坐起来了，我说别怕，这只是体温枪，等你病好了就是真的啦。第2天一大早跟我老师投诉我老师给我一顿臭骂，我心想你给我等着，晚上要把你尿管打成蝴蝶结。我老师说你不能这样，他哪怕罪大恶极，你也没有审判他的权利，我们还是要交给法律。我说行，我好好护理他。第2天一大早，我拎着一大袋营养液去给老头换嘛，老头突然就是癌症扩散引发多器官衰竭，突然就死了。我看着手里一大袋营养液，我没喝。我给我妈打电话，我说那个强奸犯老头死了。我妈说啊，不是你弄死的吧？我说不是，我怎么敢弄死他嘛？我连营养液都不敢喝。好，讲到这儿，谢谢。谢谢牛油果，谢谢。喜欢他今天这段表演的朋友，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。3、2、1，请锁票。掌声再给牛油果。一般我很不愿意在台上问演员一个笑话是真是假，但今天这个题材这么的，是真的，而且就是2016年我刚20岁那会儿。很奇妙的一个故事，就是哎呀，我到最后我也说不清楚自己是什么情绪，我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几位听下来是什么感受。我说吧，我是先拍的，我拍这个灯就是想鼓励牛油果在做的一个尝试，就是如何在这个舞台上通过喜剧的方式来表达沉重的话题，来表达愤怒。他有一个表达我觉得非常好，就是他不能拔那个管子，因为我们包括喜剧不是上帝的手。我记得我看过，应该是叫 Daniel Sloss， 他有一个专场，但名字我忘了。他就说，他有个朋友，他说他当年看这个人就很不对，后来这个人果然就伤害另外一个女孩子。他说我很后悔，如果当初我早一点干预，我早一点指出他，会不会就把这一切能够防患于未然。其实那一段没有梗，但那个时候我会觉得好像正义得到了某种声张在喜剧的舞台上，所以我会认为他的表演跟刚才前面特别炸的相比，好像稍微沉了一点点。但是我觉得这样的勇敢的尝试特别值得被鼓励的，所以我拍了这个灯。谢谢老师。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一个20岁的女孩来说是一件非常难处理的事情，就是你要在善和恶、专业，然后他的罪恶、人性、人权这些东西当中，你要摆平这个天平，真的挺不容易的。但是我觉得你也做到了。我觉得起码营养液这个小包袱就很可爱。我觉得很有效地帮助了你，这个也让我们看待这个事情变得好像，让我们敢于发言，敢于去聊这个话题。所以非常感谢你能够帮我们表达出这个态度，谢谢你。对，它也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，像小时候我们听到的那个童话故事一样，说人不要作孽，作孽老天爷不收你，有人也会拾到你。